6月23日下午2点，本市高考查分系统刚刚开放，我的手机屏幕就被林楚楚的微信语音轰炸了。沈岩，分数出了没？你考了多少呀？声音里夹着能滴出水来的绿茶味，隔着屏幕都能感受到那股幸灾乐祸。没查，估计是0分吧。这可不是我谦虚，半年前我就因为拿了全国信息学奥林匹克竞赛金牌，被清华大学摇班提前批录取了。高考那2天，我正躺在家里吹空调，打黑神话悟空，连考场大门朝哪开都不知道，不是0分是什么？对面足足安静了3分钟。哎呀，沈岩，你别太难过了。虽然你平时成绩不错，但高考发挥失常也是正常的。要是我实在没书读，他可以让他爸给我安排个大专。我翻了个白眼，把手机反扣在桌面上，继续盯着电脑屏幕上的代码。这女人脑子里的水，怕是能养活一个太平洋的待遇。2天后，我正叼着冰棍下楼扔垃圾，迎面撞见林楚楚挽着一个男生的胳膊，大摇大摆地走进我们小区。男生穿着一身骚包的白色西装，头发抹的头油能反光，手里还捏着一个大红色的 EMS 快递信封。哟，这不是我们班的学霸沈岩吗？怎么高考落榜，提前适应环卫工人的生活了？浩然，你别这么说沈岩，他考了0分，心里已经很难受了。我停下脚步，把垃圾袋往地上一扔，挑眉看着他俩。有事？没啥大事，就是哥们儿今天刚收到清华的录取通知书，特意来跟你分享一下喜悦。毕竟你以前总嘲笑我不学无术，现在看看谁才是真正的天才。我愣住了，视线死死盯在那个信封上。清华大学，楚浩然，就他那智商能考上清华？不可能。沈岩，你什么意思？自己考了0分就见不得别人好？浩然考了749分，全省理科状元。我掏了掏耳朵，问多少分？749分，离满分就差1分。他说这是浩然应得的回报。我看着楚浩然眼袋发青的脸，林楚楚的父亲是教育局主任林建国。我随口说了0分，他就告诉了他爹。楚浩然就考了749分，拿了清华录取书。一个离谱的猜想在我脑海中成型，林建国把我的分数和楚浩然互换，他把我749分偷给了楚浩然。可是我看着眼前得意洋洋的狗男女，老子根本没参加高考啊！你们偷的到底是哪个倒霉蛋的分数？楚浩然以为我被打击到了，等我办升学宴那天，允许你来端盘子，一天给你结200块钱。想笑话到嘴边，硬生生咽了回去。我咬着后槽牙，掐大腿压住狂笑。是吗？那真是恭喜你了。我低下头，颤抖着肩膀，声音听起来像是带着哭腔。林楚楚见状，眼中闪过一丝嫌恶，拉着楚浩然的胳膊往外走。他催促浩然别理我这个 loser 了，说他爸还在9楼等他们定升学宴的菜单呢。楚浩然嗤笑一声，把清华通知书塞进怀里，搂着林楚楚大摇大摆的离开。看着他们的背影消失在拐角，我终于憋不住了，蹲在垃圾桶旁边，捶着大腿狂笑出声。笑够了之后，我飞奔上楼，打开电脑，在搜索栏输入沈岩，按下回车，屏幕上跳出2条信息。我点开第2条信息的详细资料，瞳孔猛地一缩。爷爷沈振国，前某某军区总司令；父亲沈建军，现任某某部副部长；母亲叶倾城，跨国财阀叶氏集团董事长。我倒吸一口凉气，手一抖，鼠标差点砸在地上。林建国啊，林建国，你偷谁的分数不好？你他妈偷到了京城太子爷的头上！我搓了搓手，嘴角勾起一抹恶劣的弧度。既然林楚楚和楚浩然这么喜欢装逼，那我就帮他们把这个逼装到极致。爬得越高，摔下来的时候才能摔得越稀巴烂。我拿起手机拨通了班长王胖子的电话，我对着电话一顿声泪俱下的控诉，说自己心情很低落，明明平时成绩那么好，怎么可能考0分？我觉得这里面肯定有黑幕。不到半天时间，留言就传遍了整个年级群。晚上，林楚楚在班级群里发了一条全体消息，她通知全班同学本周日中午12点，在帝豪大酒店参加楚浩然同学的清华升学宴，届时本市各大媒体都会来采访理科状元，欢迎全班同学来沾沾喜气。她还在消息里艾特我说，如果不服气，大可以来现场看看什么叫真正的实力。我看着屏幕上的挑衅，手指轻点，回复了一个字：好。周日中午，帝豪大酒店门外豪车云集，大门口拉着一条10几米长的横幅，热烈祝贺我是学子楚浩然勇夺全省理科状元。门口铺着红地毯，两边摆满了花篮。本市几家主流媒体的记者正扛着长枪短炮，对着站在门口迎宾的楚浩然和林建国疯狂按快门。楚浩然今天穿了一身高定西装，头发梳成大背头，脸上挂着3分讥笑、3分薄凉、4分漫不经心的霸总笑容。林建国挺着啤酒肚，红光满面的接受着记者采访，吹嘘浩然这孩子骨骼惊奇，必是可造之才。这次能考出749分的好成绩，离不开我们教育局的英明领导。我穿着大裤衩和人字拖，溜达着走到礼金台前，负责收礼金的林楚楚看到我，先是嫌弃的捂住鼻子，随后阴阳怪气的开口问我：真敢来啊？带礼金了吗？说他们这儿最低标准可是500。我伸手进口袋，摸出2张皱巴巴的纸币，拍在桌子上，随礼100。林楚楚低头一看，脸色瞬间铁青。桌子上躺着2张面值5000万的天地银行冥币，上面玉皇大帝的头像正冲着他慈祥的微笑。林楚楚猛地站起来，抓起冥币就要往我脸上砸。沈岩，你找死是不是？我往后一闪，大声嚷嚷起来，说这可是我特意去庙里求的，保佑楚浩然同学去了清华之后能早日得道升天。这边的动静立刻吸引了记者的注意，几台摄像机瞬间对准了我们。楚浩然见状，连忙快步走过来，装出一副宽宏大量的样子，按住林楚楚的手。他劝楚楚别生气，说沈岩同学因为考了0分，精神受了点刺激，我们作为成功人士要多包容弱者。说完，他转头看向镜头，整理了一下领带。他对着媒体介绍，我是他以前的同学，虽然成绩不好，但他一直鼓励我。他声称自己能到今天全靠自己的不懈努力和林叔叔的栽培。我看着他那副小人得志的嘴脸，强忍着笑意问他，楚大状元
既然这么努力，不如跟大家分享一下是怎么做到每天复习25个小时的。楚浩然一愣，显然没反应过来，一天只有24小时，顺口就接了下去。他吹嘘当然是靠毅力，说他每天晚上不睡觉，一边做俯卧撑一边背文言文，这叫体脑结合。至于多出来的那1个小时，是他梦里向爱因斯坦请教物理题得来的。全场死寂，记者们面面相觑，摄像大哥的手抖了一下，差点把机器摔了。林建国的脸色瞬间黑成了锅底，连忙冲过来打圆场，说浩然，这孩子就是幽默。我站在人群后，举着手机把这一幕全程录了下来，顺手发到了微博上。震惊！全省理科状元自曝学习秘籍。宴席开始后，楚浩然被安排在主桌，接受着众人的敬酒。我夹了一块红烧肉塞进嘴里，拿出手机刷新了一下暗网后台，京城沈家的 IP 地址开始疯狂追踪教育局服务器。我嘴角勾起一抹冷笑，太子爷终于发现自己的分数被偷了吗？好戏马上就要开场了。同一时间，京城沈家大院红木书桌前，一个眼神桀骜的青年正死死盯着电脑屏幕，屏幕中央显示考生沈岩总分0分。青年一拳砸在桌面上，茶杯摔在地上，砸得粉碎。他低吼说自己不可能考0分。书房门被推开，一位威严的老人走了进来。前某某军区总司令沈振国。老爷子皱着眉头训斥，问他大呼小叫的像什么样子。青年指着屏幕，气得浑身发抖，让爷爷自己看。他查分查出来是个0，这绝对是系统出问题了，或者有人搞鬼。老爷子扫了一眼屏幕，脸色瞬间沉了下来。他沈家的种怎么可能考0分？老爷子中气十足地吼了一声警卫员，门外立刻跑进来一个荷枪实弹的军官。老爷子命令立刻联系教育部，查清楚到底是谁在背后搞鬼，5分钟内要结果。3分钟后，军官满头大汗地跑回来，手里拿着一份加急传真。军官报告说，查清楚了，小少爷的真实成绩是749分，全省理科状元。但是这个分数在系统里被转移到了一个叫楚浩然的考生名下。操作 IP 地址显示是江南市教育局招生办。青年怒极返校，一脚踹翻了椅子，骂好大的狗胆，连老子的分数都敢偷。老爷子眼中闪过一丝骇人的寒芒，冷冷地吐出2个字：被击。青年惊讶地问爷爷要亲自去。老爷子冷冷地反问，感动他沈家的孙子，他倒要看看这个江南市的天到底有多黑。视线拉回帝豪大酒店，升学宴已经进行到了高潮部分。林建国喝得满脸通红，正拉着楚浩然的手向市里的几个大老板炫耀。他吹嘘浩然这孩子以后前途无量，清华毕业肯定是要进国家科研机构的。我坐在角落里看着微博上我发的那条视频，仅仅半个小时播放量已经突破了300万，评论区彻底炸了。神他妈每天复习25小时，这状元是外星人吗？梦中夜会爱因斯坦，我看是夜会周公吧。只有我一个人觉得这状元看起来不太聪明的样子吗？这智商能考749？舆论开始发酵，我端起一杯椰汁走到主桌前，笑眯眯地看着楚浩然。我问他，楚大状元，网上现在都在夸他骨骼惊奇呢，大家都很好奇，他平时连1元2次方程都解不明白，怎么突然就考了749分？难道真的是林叔叔在背后辅导有方？我刻意咬中了辅导2个字。林建国脸色一变，酒醒了一半，指着我的鼻子骂我，少在这里阴阳怪气，说浩然的成绩是实打实的，再敢胡说八道就让保安把我轰出去。楚浩然更是嚣张，直接站到椅子上，对着全场的镜头大声宣布，他楚浩然行得正坐得端，真金不怕火炼，谁要是怀疑他的成绩大可以来考他，他智商250无所畏惧。我看着他站在椅子上耀武扬威的样子，默默后退了半步。兄弟，你这智商确实是250，多1分都嫌多。楚浩然的智商250宣言通过现场记者的直播瞬间引爆了全网，热搜榜前3名迅速被霸占。林建国终于意识到了事情的严重性，他躲在宴会厅的洗手间里，满头大汗地打着电话。我靠，在洗手间门外的墙上听着里面气急败坏的声音，慢条斯理地掏出手机，给省纪委的公开举报邮箱发送了一份匿名邮件。林建国打完电话，擦着冷汗走出来，迎面撞见了我。他像被踩了尾巴的猫一样跳了起来，问我在这干什么。我无辜地摊开手说上厕所，问他这么紧张干什么。他咬牙切齿地瞪着我，浩然明天就要去市教育局接受公开测试，到时候打的是我的脸。我眼睛一亮，公开测试还有这种好事？回到宴会大厅，林楚楚正拉着楚浩然的手，满脸担忧。他忧心忡忡地说，网上的评论好难听，他们都说他是假状元，明天教育局的测试他真的没问题吗？楚浩然不屑地冷哼一声，切了一声说，一群键盘侠懂什么？有林叔叔在，明天肯定就是走个过场，随便拿几道小学算术题糊弄一下就行了。我走过去拍了拍楚浩然的肩膀，我劝他，网上的质疑声太大了，为了证明他的录取通知书不是偷来的，明天的测试他必须要求全程直播，在观众见证下做出最难的题，才能堵住悠悠众口。楚浩然被我一击，虚荣心瞬间爆棚，他一口答应直播就直播，说他749分还怕他们看，明天让他们见识见识什么叫真正的天才。林楚楚感动的眼泪汪汪，夸他真帅。我看着这对卧龙凤雏，差点没忍住笑出声。就在这时，我的手机震动了一下，一条加密短信弹了出来，随行人员包括沈振国老将军以及中央纪委特别调查组。我深吸一口气，胃酸因为极度的兴奋而翻涌。天亮了，倒计时开始。第二天上午10点，江南市教育局1楼大礼堂，为了平息网上的舆论风暴，林建国被迫组织了这场史无前例的状元公开自证测试。现场不仅请来了市里的公证员，还有10几家媒体进行全网同步直播。直播间的人数在开播短短10分钟内就突破了500万。楚浩然穿着一身笔挺的中山装，自信满满的坐在舞台中央的课桌前。林建国坐在评委席上，手里捏着一张纸条，手心全是汗。就在测试即将开始的前1秒，大礼堂的门被推开了，几名穿着黑色西装、胸口佩戴国徽的男人大步走上主席台，直
接接管了现场。为首的西装男冷冷地看了林建国一眼，声称接到群众举报，本次测试的试卷存在泄题风险，为了保证公平公正，试卷由他们省纪委联合省教育厅临时更换。他将一个密封的档案袋拍在桌子上，林建国的脸瞬间惨白，瘫软在椅子上。我坐在观众席第一排，手里捧着一桶爆米花，咔嚓咔嚓嚼得起劲。楚浩然看着屏幕上那些仿佛天书一样的符号，脸上的自信瞬间凝固了。他握着笔的手开始不受控制的发抖，额头上的冷汗顺着鼻尖滴落在答题卡上。10分钟过去了，我清了清嗓子，拿起旁边记者丢下的备用麦克风，我开启了解说模式。观众朋友们，现在看到的是楚大状元独创的冥想解题法，他正在通过脑电波与爱因斯坦进行跨时空交流，让我们不要打扰他，静静等待奇迹的发生。全场哄堂大笑，直播间的弹幕更是满天飞。神特们冥想解题法，这哥们儿明明是连题目都看不懂吧？笑死我了！那个解说的哥们是谁啊？太多损了！楚浩然猛地转过头，双眼通红地瞪着我，他气急败坏地让我闭嘴，说这题超纲了，正常高考生怎么可能做得出来？我故作惊讶地捂住嘴，说可是你考了749分啊！我拖长了尾音，眼神锐利如刀，问他难道你的749分是假的？楚浩然急红了眼，猛地站起来，一把掀翻了课桌，他声嘶力竭地喊：老子就是状元，老子有清华的录取通知书，林叔叔可以给我作证！全场的目光瞬间聚焦在评委席上瑟瑟发抖的林建国身上，林建国吓得从椅子上滑了下来，连连摆手撇清关系。就在局面即将失控的时候，林楚楚突然冲上台，一把抢过麦克风，指着我尖叫起来：是沈岩，这一切都是沈岩搞的鬼！林楚楚披头散发，像个疯婆子一样指着我，眼泪鼻涕糊了一脸。他嘶吼，其实考749分的人是楚浩然，但是沈岩嫉妒他，昨天晚上偷偷潜入教育局的系统，把试卷和分数给调换了。沈岩才是那个考0分的废物，他就是想毁了浩然。全场死寂，连直播间里的弹幕都停滞了一瞬。我看着林楚楚那张因为极度恐慌而扭曲的脸，简直要为她的智商鼓掌了。我慢条斯理地站起身，拍了拍手上的爆米花碎屑。我反问她说：我潜入系统，把我的0分换成了楚浩然的749分。林楚楚仿佛抓住了救命稻草，死死咬住不放，说对就是我。她污蔑我从小就暗恋他，但她喜欢的是浩然。我因爱生恨，所以才用这种卑鄙的手段报复他们。楚浩然也反应过来，立刻配合地捂住脸，装出一副受害者的样子。他假惺惺地说：拿我当兄弟，我居然这么害他，让我把他的状元还给他。我摇了摇头，叹了口气，想拒绝看猴戏，但话到嘴边，还是决定给你们致命一击。我伸手从大裤衩的口袋里掏出一个皱巴巴的红色信封，我打断他们的深情演绎，说不好意思，打断一下。我捏着信封的一角，将里面的东西抽了出来，直接对到了离我最近的一台摄像机镜头前。那是一张烫金的录取通知书，大学交叉信息研究院姚班保送录取通知书，姓名沈岩，录取时间2023年12月。全场倒吸一口凉气。我看着林楚楚和楚浩然瞬间失去血色的脸，我半年前就因为拿到全国信息学奥赛金牌被清华保送了，高考那2天我连准考证都没打印，在家打黑神话悟空呢。我反问林大小姐，一个连考场都没去过的人是怎么考出0分，又是怎么把分数换给他们家楚大状元的？林楚楚双腿一软，直接瘫倒在地上，瞳孔剧烈地震，嘴唇哆嗦着说不出半个字。楚浩然更是像被雷劈了一样，呆呆地看着我手里的保送通知书，嘴里喃喃自语不可能。直播间彻底疯了，卧槽卧槽卧槽，姚班大神，这他妈是真神仙降维打击啊！反转了，原来这哥们才是真大佬。那楚浩然的749分到底是偷的谁的？就在这时，紧闭的大礼堂双开木门突然发出一声巨响，2扇实木大门被巨力踹飞，砸在地上激起漫天灰尘，灰尘散去，一队全副武装的保镖鱼贯而入，瞬间控制礼堂所有出口。紧接着，一个穿夹克衫、眼神阴躲的青年大步流星走了进来，他手里拎着一根棒球棍，浑身散发着尸山血海般的暴力气息，正是京城太子爷真状元沈岩。身后跟着纪委官员以及一位肩扛将姓的中年军人。全场鸦雀无声，连呼吸声都停滞了。太子爷冷脸走上台，目光扫过瘫软的2人，问谁叫楚浩然。太子爷一把从楚浩然怀里扯出那张录取通知书，当着所有人的面撕了个粉碎。林楚楚看到这一幕，彻底疯了，他爬到我脚边，死死抱住我的大腿，哭得眼泪鼻涕横流。他哀求我帮帮他，说我们是青梅竹马，让我替他求求情。他知道我心里还有他的，我嫌恶的抽回腿，居高临下的看着他，想求情，手停在半空，话到嘴边又咽回去了。我蹲下身，看着他的眼睛问他偷别人分数的时候没查查人家爷爷是谁吗？我问他以为这世上所有人都要为他那点可笑的虚荣心买单吗？我让他闭眼吧。接下来的画面可能会有点吵。林建国被带走的那一刻，他死死盯着林楚楚，发出绝望的嘶吼。这诛心之言成了压垮林楚楚的最后一根稻草，他双眼翻白，嘎抽了过去，瘫软在地上。楚浩然已经被太子爷踹得鼻青脸肿，他蜷缩在地上痛哭流涕，喃喃自语，说自己不是状元，是个废物，求别打了。太子爷嫌弃的在楚浩然的衣服上擦了擦鞋底的泥土，转身看向我，他问我就是江南市那个跟他同名同姓的沈岩。我点了点头，把手里的保送通知书扬了扬，说幸会，姚班准大一新生沈岩。太子爷看到通知书，眼睛一亮，暴躁的气息瞬间收敛了不少，大步走过来，一巴掌拍在我肩膀上。他夸姚班的兄弟牛逼啊，说自己最烦写代码了，以后去清华期末作业借我抄抄呗。我被他拍得倒吸一口凉气，嘴角抽搐，说抄作业可以，一顿全聚德烤鸭。他哈哈大笑，说成交，掏出手机加微信。他感谢我这几天在网上帮他把事情闹大，说今晚他请客，江南市最贵的场子随便刷。全场媒体记者看着这戏剧性的一幕，疯狂按动快门。
一个是京城军区背景的真理科状元，一个是深藏不露的姚班保送天才。两个沈岩站在一片狼藉的礼堂中央，谈笑风生，而他们脚下是身败名裂的林楚楚和前途尽毁的楚浩然。当天下午，省教育厅发布了最高级别的红头文件，楚浩然因涉嫌参与恶劣的高考舞弊案，被取消当届高考成绩，并记入国家诚信档案，终身禁考。林建国被移交司法机关，拔出萝卜带出泥，查出贪污受贿金额高达数千万，下半辈子基本要在牢里踩缝纫机了。至于林楚楚，他因为涉嫌协助伪造国家公文，也被警方带走调查，名声在江南市已臭，连专科学校都不敢收他。傍晚，我提着行李箱走出小区，刚到大门口，就看到林楚楚的母亲拉着一个行李箱，低着头往外走。林家的房子已被法院查封，他们连住的地方都没有。看到我，林母眼中闪过怨毒，又变成恐惧，低头逃离。我看着她的背影，心里没有一丝波澜。雪崩时，没有一片雪花是无辜的。9月，北京清华园里秋高气爽，银杏叶落了一地。我拖着行李箱刚走到宿舍楼下，就听到2楼窗户里传来一声杀猪般的嚎叫。太子爷在楼上鬼哭狼嚎，喊我快来救驾，说对面打野又来抓他了。我叹了口气，把行李箱交给宿管阿姨，3步并作2步冲上2楼，一脚踹开204寝室的门。太子爷正穿着大裤衩，戴着耳机，对着电脑屏幕疯狂敲键盘。我拉开椅子坐下，熟练的打开电脑，登录账号，告诉他别叫唤，我玩中单，让他稳住。半个小时后，随着敌方水晶的爆炸，太子爷长舒一口气，摘下耳机，扔给我一罐冰可乐。他爽快的夸，还得是我啊兄弟。我拉开拉环，灌了一口可乐，随口问他江南市那边的事情彻底结案了。太子爷冷哼一声，眼中闪过一丝不屑，说结了。他告诉我林建国判了15年，楚浩然那小子受不了终身禁考的打击，精神出了点问题，现在天天在街上逢人就说自己是清华状元，智商250。至于那个林楚楚，听说去南方某个电子厂打螺丝了，前几天还因为偷拿厂里的铜线被开除了。我听完只是淡淡的哦了一声，这叫什么？这就叫因果循环，报应不爽。想当初他们拿着不属于自己的清华通知书，在我面前耀武扬威的时候，可曾想过会有今天？太子爷拍了拍我的肩膀，说晚上迎新晚会，听说有不少漂亮学姐，咱们去凑凑热闹。我看着电脑屏幕上刚收到的一封导师邮件，摇了摇头。我告诉他去不了，导师让我今晚把那个 AI 算法模型的底层逻辑跑出来，跑不出来，明天我就要被挂在姚班的耻辱柱上了。太子爷同情地看了我一眼，啧啧2声，说学霸的世界他不懂，那他先去浪了拜拜。看着他风风火火跑出去的背影，我笑了笑，戴上耳机，手指重新放回键盘上。窗外夕阳如血，清华园的钟声悠悠响起。我的大学生活才刚刚开始，没有了那些乱七八糟的破事，只有无尽的代码和光明的未来。至于那些试图踩着别人上位的跳梁小丑，他们只配在阴沟里仰望星空。我每天的生活固定在宿舍、食堂、实验室，3点一线。姚班的课业压力比我想象中还要恐怖，周围的同学不是各省状元，就是竞赛金牌得主，随便拎出一个都能吊打普通高校的教授。我缩在角落里，安安静静写代码，做一个不起眼的普通人。太子爷倒是混得风生水起，他凭借那张嚣张的脸和京城太子爷的身份，迅速在清华园里建立起自己的势力范围，走到哪都前呼后拥。偶尔他会来我们宿舍蹭饭，顺便吐槽一下经管学院的那些课有多无聊。11月的一个周末，他拎着2瓶茅台闯进我宿舍，非要拉着我喝酒。我盯着电脑屏幕上的代码，头也不回的拒绝。他不由分说把我拽起来，说今天是他生日，必须陪他喝2杯。我们坐在宿舍楼的天台上，就着花生米喝白酒。他看着远处的灯火，突然问我，你说林建国那老东西现在在干嘛？我说应该在踩缝纫机吧。他哈哈大笑，说活该。喝到半夜，他醉醺醺地拍着我的肩膀，说兄弟，还是你好，不图我什么，就图抄我作业。我说你清醒一点，你从来不写作业，都是抄我的。他愣了一下，说对哦，那我是图你什么？我说你图我陪你喝酒。他说对，那天晚上我们聊了很多，从高考聊到人生，从林楚楚聊到未来。他说他其实挺羡慕我，凭自己本事考上姚班，不用靠家里。我说我也羡慕他，家里那么牛逼，还能保持人性，没变成楚浩然那种傻逼。他说你这是夸我还是骂我？我说都有。12月，江南市那边传来消息，林建国的案子判了15年，没收全部非法所得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。林家的房子被法院拍卖，林母搬回了乡下老家，听说精神状况不太好，逢人就说自己女儿是被冤枉的。林楚楚在电子厂干了3个月，因为偷拿厂里的铜线被开除，后来辗转去了隔壁市的洗脚城当服务员。有人拍到他穿着廉价的工作服，在门口抽烟的样子，完全看不出曾经是教育局主任的千金。楚浩然的精神状况更加恶化，他每天穿着那件被太子爷踹烂的中山装，在江南市的街头游荡，逢人就掏出那张已经被撕碎的清华录取通知书碎片，说自己是状元。有时候他会突然冲进路边的文具店，抢走纸笔，说要给爱因斯坦写信。他的父母把他送进精神病院，他又逃出来继续游荡。最后一次有人看到他是在江南市火车站的垃圾桶旁边，他正对着垃圾桶说话，说那是他的清华同学。我把这些消息转发给太子爷，他回复一个冷漠的表情，说这就是报应寒假。我回了江南市一趟，老家没什么变化，还是那些老街老巷，还是那些熟悉的面孔。我妈做了一大桌子菜，拉着我问东问西，问我清华好不好，北京冷不冷，有没有找女朋友。我一一回答，说好冷，没有。她叹了口气，说你也该找个对象了。我说不急。她说你看隔壁老王的儿子跟你一样大，孩子都会打酱油了。我说那是他没考上清华，闲的。我妈气得拿筷子敲我的头。晚饭后我出门散步，走到帝豪大
酒店门口，发现这里已经换了招牌，改成了一家连锁火锅店。那条热烈祝贺我是学子，楚浩然勇夺全省理科状元的横幅早就不见了踪影。门口的服务员热情地招呼我进去吃火锅，我说不吃。路过继续往前走，路过教育局门口，大门紧闭，门口的值班室亮着灯。我想起几个月前林建国就是在这里坐在办公室里，轻飘飘地动动手指，把别人的命运改写了。他不知道那个别人是谁，他不知道那个别人的背后站着谁，他只知道自己的女儿想要讨好一个校草，于是他动用了自己所有的权力去完成这个荒谬的任务。权力的傲慢毁了他的一切，也毁了林楚楚和楚浩然的一切。回到北京后，太子爷约我吃饭，他神秘兮兮的把我拉到一家私房菜馆，说介绍几个朋友给我认识。去了才知道，他说的朋友是几个京城圈子里的大院子弟，有家里开矿的，有家里搞房地产的，有家里在部委当领导的。他们坐在包厢里，抽着雪茄，喝着红酒，聊着我不懂的话题。太子爷把我介绍给他们，说这是我兄弟，姚班的，牛逼得很。他们礼貌的点头，然后继续聊他们的话题。我坐在角落里安静的吃菜，中途去洗手间，听到两个人在走廊里抽烟聊天。一个说太子爷怎么带个外人来，不懂规矩；另一个说听说是个书呆子，高考保送的，太子爷把他当吉祥物吧。第一个说这种人跟我们不是一个世界的，下次别叫了。我站在拐角处听完他们的对话，然后若无其事的回到包厢。吃完饭，太子爷送我回学校，路上他问我感觉怎么样，我说挺好的，菜不错。他沉默了一会儿，说你别理他们，他们就是那样，从小被惯坏了。我说我没在意，他们说的对，我跟你们确实不是一个世界的。他说放屁，你是我兄弟。我说对，我是你兄弟，但不是他们的兄弟。他张了张嘴没说话。回到宿舍，我坐在电脑前盯着屏幕发呆。我想起林楚楚当初在学校里对我说的那些话，想起他那种居高临下的姿态。其实他和刚才那两个人本质上没什么区别，他们都活在自己的世界里，以为世界就该围着他们转。唯一的区别是林楚楚的家世不足以支撑他的傲慢，所以他翻车了，而那两个人有足够厚的家底兜底，所以他们可以继续傲慢，这就是现实。我开始理解为什么太子爷要带我参加那种饭局，他不是想让我融入那个圈子，他是想让我看看那个圈子是什么样的。他知道我早晚要面对这些。3月新学期开学，学校来了几个交换生，其中一个女生来自香港中文大学，学的是计算机，被分到我们实验室做项目。她叫苏婉，长得不算惊艳，但看起来很舒服，说话温温柔柔的，做事却很利落。第一天进实验室，她看到我写的代码，眼睛亮了一下。她说你这个算法优化的很漂亮。我愣了一下，说你看得懂？她说我也是学这个的，当然看得懂。那是我们第一次说话，后来她经常来问我问题，有时候是学术上的，有时候是生活上的。她说北京太大，她总是迷路。我说我也是路痴，帮不了你。她说那我们一起迷路吧。我说好。太子爷知道后跑来八卦说我是不是谈恋爱了。我说没有，就是普通同学。他说你别骗我，我看你眼神不对。我说你懂个屁。他说我是不懂，但我看你每次跟他说话都脸红。我说滚。5月苏婉的项目结束了，准备回香港。临走前他约我吃饭，说谢谢我这段时间的照顾。我说应该的，都是同学。他说就只是同学吗？我愣了一下，没说话。他笑了笑，说逗你玩的，别紧张。吃完饭我送他回宿舍，走到楼下，他突然转身看着我说你有没有想过以后来香港发展？我说不知道，看情况吧。他说如果你来香港记得找我。我说好。他上楼后，我在楼下站了很久。6月的北京开始热起来，太子爷期末考试全军覆没，被他爹叫回家痛骂了一顿。他回来后找我哭诉，说他爹要把他送到部队去锻炼2年。我说那不是挺好的，锻炼锻炼。他说好个屁，部队里不能玩手机，不能打游戏，不能泡妞，那跟坐牢有什么区别？我说你去坐2年牢，回来继承家业，划算。他说你能不能盼我点好？我说我盼你好，但你这成绩不锻炼确实不行。他沉默了。过了一会儿，他突然问我，你说我是不是很废物？我说不是。他说你别安慰我，我知道我是什么货色，要不是投胎好，我连你宿舍门都进不来。我说你能意识到这一点，就比很多人强了。他说什么意思？我说很多人投胎好，就以为是自己牛逼，看不起这个看不起那个，最后把自己作死了。你至少知道自己几斤几两。他看着我说你是第一个这么跟我说的人。我说那是因为别人都怕你。他说你不怕我。我说我怕你什么？怕你抄我作业吗？他笑了。暑假太子爷被他爹送到部队去了，临走前他给我发微信说兄弟，等我回来咱俩再喝酒。8月底，我在实验室写论文，突然收到一条陌生号码发来的短信，只有一句话：林楚楚死了。我盯着屏幕看了很久，然后拨通了太子爷的电话。他接起来说咋了兄弟，想我了？我说林楚楚死了。他沉默了几秒说怎么死的？我说不知道，就收到一条短信。他说你等着，我帮你查查。挂了电话，我坐在实验室里，脑子里一片空白。我对林楚楚早就没有感觉了，喜欢也好，恨也罢，都已经是过去的事。但听到这个消息，心里还是有点堵。他才19岁。晚上太子爷打来电话说他查清楚了，林楚楚在洗脚城上班的时候得罪了一个客人，那客人有点背景，找人把他收拾了一顿，他没扛住。我问那个客人呢？太子爷说被抓了，判了无期。我说哦。他说你是不是有点难受？我说不知道，就是有点猛。他说正常，毕竟你跟他认识那么久。我说对。挂了电话，我走出实验室，在校园里漫无目的的走，路过图书馆，路过食堂，路过那片银杏林。我想起高中时候的事，想起林楚楚第一次跟我说话，问我借笔记，想起他笑起来的样子，其实挺好看的。想起他后来怎么变成那样，我不知道他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变的，也许他一直都是那样，只是我以前没看出来，也许是我太迟钝，看不透人心。9月初开学，太子爷从部队回来，整个人黑了一圈，也壮了一圈。他约我喝酒，问我还难受不？我说不难受了，就是有点感慨。他说感慨什么？我说感慨人这一辈子说没就没了。他沉默了一会儿，说所以要及时行乐。我说所以要认真活着。他说都一样。我说不一样。他问哪里不一样？我说行乐是消耗，认真活着是积累。他说你这人真没劲，喝个酒还跟我讲哲学。我说习惯了。10月，我收到一封邮件，来自香港中文大学，是苏婉发来的。
他说他申请了清华的博士，明年秋天过来。问我欢不欢迎，我回他说欢迎，但这里冬天很冷，你受得了吗？他说受不了，你帮我取暖。我看着屏幕愣了很久，太子爷知道后笑得前仰后合。他说你这木头终于开窍了，人家姑娘都主动成这样了，你还愣着干嘛？我说我没愣，我在想怎么回。他说你想个屁，直接说好。我说好。11月，苏婉提前来北京参加一个学术会议，我去机场接她，她穿着白色羽绒服，拖着行李箱朝我挥了挥手，我走过去接过她的箱子，说走吧，带你去吃烤鸭。他说你不是说北京冬天冷吗？我觉得还行。我说那是因为你刚从南方来，还没体验过真正的冷。他说那我等着体验。吃饭的时候，他问我这一年过得怎么样，我说还行，写了几篇论文，被导师骂了几次。太子爷去部队锻炼了一圈，林楚楚死了。他愣了一下，说林楚楚是谁？12月，北京下了一场大雪，我站在实验室的窗前，看着外面白茫茫的一片，手机响了，是太子爷打来的。他说晚上出来喝酒，介绍个妹子给你认识。我说不去，写论文。他说写什么论文？大周末的，出来放松放松。我说你真闲。他说我闲个屁，明天又要回部队了，今天是最后一天自由。我说那你好好珍惜，别浪费在我身上。他说你这人真没意思。我说我知道。挂了电话，我继续写论文，写到一半，收到苏婉的微信，他说香港也降温了，好冷。我说北京更冷，零下10度。他说那你多穿点。我说你也是。他发了个笑脸，我盯着那个笑脸看了很久，然后继续写论文。1月初，导师把我叫到办公室，说我那篇论文被顶会接收了。我愣了一下，说真的假的？他说真的，你自己去看看邮箱。我打开邮箱，果然看到了录用通知。导师拍了拍我的肩膀，说好好干，明年争取拿个最佳论文。我说好，走出办公室，我给太子爷打电话。他接起来说咋了兄弟，想我了？我说论文中了。他说啥论文？我说我写的论文被顶会接收了。他说卧槽，牛逼啊，请客请客。我说行，等你回来。他说我明天就回来。我说你不是在部队吗？他说请假，就说兄弟论文中了，必须回去庆祝。我说你领导能批吗？他说不批我就跑，反正他们也追不上我。我笑了。第二天晚上，太子爷真的回来了，我们去了那家私房菜馆，他点了一桌子菜，说要给我庆祝。我说没必要点这么多，吃不完。他说吃不完打包，反正我请客。我说你哪来的钱？他说管我爹要的。我说兄弟论文中了，要庆祝。他直接赚了2万。我说你爹对你真好。他说对，就是希望我别拖累你。我说你不会拖累我的。他说真的吗？我说真的，你是我兄弟。他看着我，眼眶有点红，然后他举起酒杯说来干一个。我说干。3月份，苏婉正式来清华报道，我去机场接他，把他送到宿舍。他安顿好后约我吃饭。吃饭的时候，他说以后请多多关照。我说互相关照。他说你这一年有变化。我说什么变化？他说你看起来沉稳了很多。我说可能是老了。他笑了。吃完饭，我们沿着清华路散步，银杏树还没发芽，光秃秃的。他说等秋天的时候，这条路上一定很美。我说对，到时候你可以来拍照。他说你陪我一起拍。我说好。太子爷正式从部队退役，回到学校继续上课。他请了半年假，落下了很多课，天天跑来问我问题。我说你不会去问老师吗？他说老师讲的我听不懂，你讲的我听得懂。我说你这是在夸我还是在骂我？他说都有。有时候苏婉也在，我们3个人就一起去图书馆。太子爷坐在我们对面，一边写作业一边偷瞄苏婉。苏婉察觉到了，小声问我他干嘛，老看我。我说他没见过美女，别理他。苏婉脸红了。太子爷听到了，说你们俩能不能别当着我的面打情骂俏？我说你闭嘴，写你的作业。6月，期末考试结束，太子爷终于过了所有科目，他请我们去吃火锅，庆祝自己没被退学。吃饭的时候，他突然问苏婉，你是不是喜欢沈岩？苏婉愣住了，脸一下子红到耳根。我说你干嘛呢？别瞎问。他说我就问问，好奇。苏婉低着头不说话。我说你别理他，他喝多了。他说我没喝多，清醒得很。然后他看着苏婉说，你要是喜欢沈岩就赶紧说，不然这木头一辈子都不会主动。苏婉抬起头看着我，我看着他，那一瞬间时间好像静止了。然后苏婉说我喜欢他。太子爷一拍桌子说我就知道。我说你别起哄。他说我没起哄，我是在帮你们。然后他看着我说你呢？喜欢他吗？我沉默了。苏婉看着我，眼神里有期待也有紧张。我深吸一口气说喜欢。苏婉笑了。太子爷举起酒杯说来庆祝我兄弟脱单。那天晚上我们喝了很多酒，苏婉也喝了，脸一直红红的。吃完饭，太子爷识趣的先走了，说你们俩慢慢逛。我和苏婉走在清华路上，谁都没说话。走到他宿舍楼下，他突然转身抱住我，我愣了一下，然后伸手抱住他。他说你知道我等这句话等了多久吗？我说不知道。他说从去年在香港的时候就开始等了。我说那你怎么不早说？他说我怕你拒绝。我说我怎么会拒绝？他说你这人看起来什么都不在乎，我怕你根本没那个意思。我说我在乎的，只是不擅长表达。他笑了，说现在知道了。7月暑假，苏婉留在北京做项目，我也在实验室赶论文。太子爷被他爹拉去公司实习，天天跟我吐槽那些职场破事。他说我终于明白你为什么喜欢写代码了。我说为什么？他说因为代码不会坑你，不会算计你，错了就是错了，对了就是对了。我说对，代码比人简单。他说人太复杂了，我搞不懂。我说你不用搞懂，你只要记住谁是真心对你好就行。他说比如你。我说对，比如我。8月的北京热得像蒸笼，实验室的空调坏了，我们一边流汗一边写代码。苏婉给我送冰咖啡，说降温。我说你怎么不给自己买？他说我先紧着你。我说那怎么行？我们一人一半。他笑了，说好。那天晚上我们坐在实验室的地板上，喝着同一杯咖啡，聊到很晚。他说他以前觉得自己很独立，不需要任何人。我说我也是。他说但认识你之后，发现有人陪着也挺好。我说对，我也是。9月，新学期开始，我们见面的时间反而少了，各自忙着各自的课题。太子爷偶尔约我们吃饭，问问进展。有时候他会感慨，说你们2个学霸在一起，以后生的孩子得多聪明。我说你想得真远。他说我这叫有远见。苏婉笑了，说那你赶紧找个人生孩子，别老盯着我们。他说我找不到，你们给我介绍介绍。我说你身边那么多妹子，还用我们介绍？他说那些都是冲着我家来的，没意思。我说那你想要什么样的？
他说想要个像苏婉这样的，聪明独立，不图我什么。苏婉说那你得去清华找。他说清华还有没有这样的，给我介绍一个。我说有，但人家不一定看得上你。他说为什么？我说因为你太二了。他沉默了。9月末的一个晚上，我正在实验室写代码，突然接到一个陌生电话，接起来那边沉默了很久，然后说沈岩，是你吗？我说是我，你是谁？那边说我是楚浩然。我说你怎么有我电话？他说我在你同学群里找到的，你同学说你保送清华了，恭喜你。我说谢谢。他说我找你是想跟你说件事。我说什么事？他说林楚楚死了，你知道吗？我说知道。他说我很难受，我没说话。他说虽然他把我害成这样，但我还是很难受，毕竟他是我喜欢的人。我说我理解。他说你不理解，你从来没喜欢过他。我说对，我没喜欢过他。他说所以你不懂。我说那你现在给我打电话是想说什么？他沉默了很久，然后说我就是想找个人说说话，我不知道找谁。我说你为什么找我？他说因为你是唯一没骂过我的人。我说我不是没骂过你，我是懒得骂你。他说那也谢谢你。然后他挂了电话，我盯着手机看了很久。苏婉发微信问我怎么了，我说没事，一个故人。10月楚浩然的事，我没跟任何人说。太子爷偶尔问起他，我说不知道，没关注。太子爷说那种人活该，我说对，活该，但心里总有个地方堵得慌，不是同情，不是可怜，就是觉得人这一辈子真的太复杂了。苏婉察觉到我心情不好，问我怎么了，我说没事，就是有点累。他说那早点休息，别太拼。我说好。他抱住我说不管发生什么，我都陪着你。我说11月，北京的冬天又来了，银杏叶落了一地，金黄金黄的。苏婉拉着我去拍照，说要记录下这个秋天。我们走在清华路上，他举着手机拍我，拍叶子，拍天空。我说你拍那么多干嘛？他说留纪念，等老了看。我说你现在就想那么远？他说跟你在一起就忍不住想远一点。我看着他，突然觉得心里很暖。太子爷发来微信说晚上一起吃饭，我说好。到了饭店，发现他还带了个女生，他介绍说这是我女朋友，北大中文系的。女生礼貌的跟我们打招呼。苏婉悄悄跟我说这姑娘看着不错。我说对，比之前那些靠谱。吃饭的时候，太子爷全程像个傻子一样围着女朋友转，端茶倒水，嘘寒问暖。我说你变了。他说人都会变。12月期末考试周，所有人都在疯狂复习，太子爷的女朋友帮他划重点，他才勉强应付过去。考完最后一课，他约我们喝酒庆祝，喝到一半，他突然说我决定毕业后去基层锻炼几年。我说你认真的？他说认真的，我不想一辈子靠家里。苏婉说挺好的，有想法。他说你们不会觉得我傻吧？我说不会，反而觉得你长大了。他笑了，说那我就放心了。那晚我们喝到很晚，聊了很多未来的事。他说他要去西部，去最苦的地方，真正做点事。我说你想好了就行。他说想好了。1月初，我的论文拿了鼎会的最佳论文奖，导师高兴的请全实验室吃饭。苏婉坐在我旁边，笑得比我还开心。太子爷发来贺电，说牛逼，不愧是我兄弟。我说等你哪天干出成绩，我也给你贺电。他说等着吧，会有那一天的。2月春节，我回江南市过年，苏婉回了香港，太子爷跟着女朋友去了东北。我们3个人在不同的地方，各自过着自己的年。30晚上，我们视频连线，隔着屏幕喝酒。太子爷说等明年咱们聚在一起过年。苏婉说好，我说好，挂了视频。我站在老家的阳台上，看着远处的烟花，想起去年这个时候，我还在担心林楚楚和楚浩然的事。今年一切都变了，那些曾经的恩怨，曾经的不甘，曾经的愤怒，都随着时间慢慢淡去，留下的只有眼前的生活和值得珍惜的人。3月开学，苏婉从香港回来，给我带了一大堆特产。太子爷从东北回来，给我们带了冻梨和酸菜。我们聚在学校门口的火锅店，吃着东北酸菜，喝着北京啤酒，聊着各自的假期。太子爷说他在东北学会了滑雪，下次带我们去。苏婉说好，我说我也去。那一刻，我突然觉得很满足，不是那种轰轰烈烈的满足，而是很平静、很踏实的满足。就像北京的春天悄无声息的来了，却让人满心欢喜。4月，太子爷正式提交了去西部基层锻炼的申请。他爹知道后沉默了很久，然后说去吧，好好干。他跟我们说起这件事的时候，眼眶有点红。我以前觉得我爹不爱我，只知道骂我，现在才明白他是希望我能成器。天下父母都一样，对，等你以后当爹了就懂了。那我得先找个愿意跟我去西部的姑娘，人家不是跟你去了吗？他愣了一下，说对哦，忘了这茬。我们都笑了。5月的北京开始热起来，苏婉的课题进入了关键阶段，天天泡在实验室。见面的时间少了，但每天晚上都会视频聊一会儿，说说今天干了什么，吃了什么，想了什么。有时候什么都不说，就开着视频各干各的。他说这种感觉很好，像一起生活。我说对，像一起生活。6月的尾巴，太子爷的申请批下来了，7月份就要出发。他喝多了，拉着我的手说兄弟，等我回来。我说好，等你。他说你别死啊。我说你才死。他说对对对，咱俩都好好活着。苏婉在一旁笑说你们俩真幼稚。太子爷说你不懂，这是男人的友谊。苏婉说行行行，你们男人的友谊我不懂。那晚送他回宿舍，他走几步回头看一眼，走几步回头看一眼。我说你干嘛呢？赶紧走。他说我怕以后见不到你们了。我说放屁，又不是去火星。他说也是。7月他发来的照片里有黄土高原，有破旧的学校，有晒得黝黑的孩子。他说这里条件很苦，但很充实。他说孩子们喜欢听他讲北京的故事。他说他开始理解什么叫责任了。苏婉看着照片说他有出息了。我说对，他终于长大了。8月，苏婉的论文被鼎会接收，他高兴地抱着我转圈。我说恭喜你。他说没有你帮忙，我肯定写不出来。我说你自己写的，跟我没关系。他说你陪着我就是最大的帮助。我看着他说那你准备怎么谢我？他说你想怎么谢？我说请我吃饭。他说好。那天晚上我们吃了很贵的日料，吃完他说以后每年发一篇论文，你就请我吃一次大餐。我说你这是敲诈。他说对，就是敲诈，你认不认？我说认。9月，新的学弟学妹们拖着行李箱
箱，一脸兴奋地走进校门。我和苏婉走在银杏路上，看着那些青涩的面孔。他说1年前的我也是这样。我说1年前的我也是。他说现在不一样了。我说哪里不一样？他说你看起来像老学长了。我说你这是说我老了？他说不是，是说你有气质了。我说气质是什么鬼？他说就是那种见过世面，什么都不慌的感觉。我说那是因为被论文虐习惯了。他笑了。10月，太子爷回来探亲，他黑了，瘦了，但眼神更亮了。我们聚在学校门口的火锅店，听他讲西部的故事。他说那里的人很淳朴，对他特别好。他说那里的孩子很想读书，但条件太差。他说他想做点什么，真正改变他们的命运。他说你想做什么？他说我想建一所学校。我说钱呢？他说我跟我爹说了，他愿意出。我说那就干。他点点头说干。那晚我们又喝多了，他搂着我的肩膀说，兄弟，等我学校建好了，你来当老师。我说我只会写代码，不会当老师。他说那就教他们写代码。我说行。11月，北京下了第一场雪。苏婉拉着我去故宫拍照，他说雪中的故宫最美。我说你什么时候这么文艺了？他说跟你在一起后变文艺了。我说那是我的错。他瞪我一眼，说这是好事。雪越下越大，我们站在午门前，看着漫天飞舞的雪花。他突然说沈岩，我们结婚吧。我愣了一下，说你说什么？他说我们结婚吧。我看着他，看着他认真的眼神，看着他冻得通红的脸颊，然后我说好。他笑了，笑得比雪花还好看。